好家伙，承欢记大结局了，这简直是我看过最狗血的大结局。承欢记大结局引争议，剧情狗血，结局突兀，被批不合情理。观众对何赛飞的表演也提出批评，认为他用力过猛。杨紫选剧本眼光遭质疑，但整体表现仍受认可。希望演员们能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。某平台在4月24日进行了《承欢记大结局》的点映播放，许多剧迷花钱只为了抢先一睹为快，然而他们最终被那令人作呕的狗血大结局深深伤害。尽管整部戏剧都以鸡飞狗跳的节奏展开，然而问题总能在关键时刻应运而解。谁能想到，经历了一番波折，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感到心有不甘。编剧毫不留情地运用了亲情这把利刃，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。遗产、患病、车祸、狗血元素集齐了。在国内制作的电视剧中，通常都会以大团圆结局画上圆满的句号。然而《承欢记》是彻头彻尾的死气沉沉，病入膏肓。关键并非合情合理与否，而是它显得极为突兀，充斥着大量狗血元素。姚仁富是首要关注的人。承欢记的观众们一直都知道，姚志明对他的父亲心怀恨意。姚仁富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儿子，都被认为是个人渣。姚志明小时候就带着孩子出国，然而这位父亲却表现得毫无责任心。姚志明几乎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因为他的父亲不仅从未认真照顾过他，而且自己也深陷于恶习之中，沉溺于酗酒和赌博，最终导致他被送进监狱。在姚志明遇到麦承欢之前，他内心一直感到孤独，而唯一能倾诉的知心好友就是何东。尽管章子玉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但姚志明对他并无男女私情，因此需与他保持一定距离。姚志明对自己的父亲恨之入骨，他对何东去探监的态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一提起那个渣男般的父亲，他仍然生气地威胁要解雇何东。然而承欢记仍然无法摆脱常见的和解情节。虽然编剧明明传达了父子和解的暗示，但意外的是大结局却选择了让姚仁富去世。他原本一切看似向好的情况下，平静地准备过马路，却在这个时刻突然卷入了一场车祸。他莫名其妙地死于意外，且并未涉及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形。毫无疑问，姚仁富过去的行为令人作呕。突然就这样被撞死，实在是太离奇了，难怪会引起观众吐槽剧情不合情理。祖母陈淑贞的离世也让人感到情绪难以平复。除此之外，虽然她不是故事的主角，但在剧情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的老太太，从相识到相恋，男女主都与老太太的联系断不开。她虽然看起来普通，但实际上拥有巨额财富，她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备受关注。尽管姚志明是陈淑贞的亲孙子，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。麦承欢的继孙女却一直对他表示孝顺，反而如此。老太太最终将兴安里酒店和财产都授予了麦承欢，她留下了一座象征着亲情与爱的花园洋房，支留给了她的亲孙子。老太太的健康一直非常出色，直到她去世前还和她的孙子孙女一起到山里去享受春游。希望孙子的未来可以摆脱孤独，临老的愿望就是看到两位年轻人幸福的结为一对。然而，他却在养老院的卫生间里突然倒下，没有任何预兆，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位优雅的老太太一生都过得清醒而充实，怎么会不让人意难平呢？最终以遗憾的心情告别。刘婉玉的病比这还要更为戏剧化。刘婉玉因为发现自己患有肿瘤，为了不给家人造成负担，选择了离家出走，成为了故事的终章。想要消失无影无踪，独自离世，必定需要前往家人绝对无法寻觅到的地方。
然而他却选择回到了老家，这一点即使只用脚趾头也可以猜到。麦承欢继承了遗产，变得富裕了，但刘婉玉却执意不去看医生。他坚决地表示，无论是老麦提出的离婚威胁，还是子女苦口婆心的劝告，他都决心等到生命的尽头。随后，一股强烈的怀旧情绪涌上心头，让我回忆起家人在这幢老房子里的点点滴滴。在前往大酒店用餐的途中，对曾经钟爱的冯氏臭鳜鱼再次浮现出美好的回忆。于是，麦承欢和姚志明便从这方面着手，向隐居老师傅寻求了正宗的记忆，并顺带揭开了母亲年轻时怀有戏曲梦的往事。重返舞台，他一边穿上戏服，一边享用着美味的余姚。最终，麦承欢成功感化了刘婉玉，使她同意返回接受治疗。一家人笑语盈盈，手术顺利完成，为这段故事划上了完美的句号。这个场景如果还有陈淑贞的祖母在场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让人感到困扰的是，事情一方面取得了圆满的成果，另一方面却还存在一些遗憾，这种状况着实令人心情复杂。遗产、患病、车祸，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的元素，观者不禁感到反感。承欢记的整个故事都被稍作改动，而不仅仅是在大结局上。改编自一书同名小说，故事原本发生在香港，但影视剧将其搬到了上海，导致许多情节和人物显得有些牵强。故事原有的精髓已经因为大规模的改动而丧失。然而，最遭到批评的依然是刘婉玉的角色设定，以及何赛飞对该角色的演绎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演员，他这次却遭到了严重的吐槽。何赛飞用力过猛惹人厌。何赛飞年事已高，从此专攻母亲之道。在他扮演的众多家庭妇女中，上海女人的形象尤为突出。她在电影《人生之路》中扮演了一位机智的上海母亲角色。为了避免女儿和外地男孩谈恋爱，她表现出了刻薄尖刻的态度。然而，始终以女儿的利益为出发点，最终达成了妥协。何赛飞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，使其栩栩如生，又没有过度招人厌恶。然而，刘婉玉在《承欢记》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。这位上海妈妈的塑造比《人生之路》中的角色更加夸张。她几乎是整部剧的主导者，通过她的表演，剧情让人感到十分不适。何赛飞演的时候，除了角色本身不招人喜欢外，有时候也表现得有些过火了。他的表演似乎有意夸张角色的负面形象，留下了一些过于夸张的痕迹，经常大声吼叫，眼睛频繁眨动，被网友评论说表演得像个疯子。还有人谈论到了许娣，认为这个角色更适合他扮演。我必须强调，我的前半生也是一书的杰作之一。许娣以饰演薛珍珠一角，斩获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荣誉。许娣所展现的形象，正如观众所评价的那样，仿佛角色本身就在其身上得以体现。尽管何赛飞是一位演技精湛的老戏骨，但并非所有角色都适合他。这次的刘婉玉可能并非最合适的选择。观众对何赛飞的印象是，他曾出演过许多坏妈妈的角色，但没有一个是真正令人讨厌的。刘婉玉的角色形象显得太过夸张，表演起来难以捉摸。何赛飞身上透露出一股小家碧玉的气息，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显得不那么顽劣。在有了这个基础之后，他如果再试图表演出角色矫揉造作的一面，就会给人一种过于用力、刻意做作的感觉。许娣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，扮演市井小民的尖酸刻薄更加自然真实。他仿佛将这个角色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，让人感觉这个角色确实可恶，而非演员在做作。自开播到剧中，《承欢记》一直备受争议。除了对何赛飞展开讨论外，
人们还在讨论杨紫，她在流量小花中的表现还算值得称道。近年来对剧本的选择眼光有些让人失望，杨紫选剧本的眼光遭群嘲。众所周知，杨紫是从童星时期开始她的演艺生涯，观众对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的表演非常喜爱，她的表现很出色。在圈内，宋丹丹曾表示自己外貌不算漂亮，并且不适合当演员。杨紫坚定地不认可这种说法，执意踏入娱乐圈以彰显自我。然而，在北电毕业的那几年中，她并未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才华，在戏剧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，然而并未引起太大轰动。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她艺术到达巅峰后下滑的评论。直到2016年，才有杨紫、刘涛、蒋欣等主演了《欢乐颂》这部剧。她一次又一次赢得观众的青睐，通过扮演邱莹莹这个角色。然而，网友却注意到她的面容似乎有些改变。无论如何，杨紫的事业已经开始蒸蒸日上。她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两部剧中都表现出色，演技令人赞叹。自从开始筹备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这部剧，她和团队所选择的剧本就一直招致众人的嘲讽。杨紫在古装剧方面表现不错，但她参演的现代剧往往会引起吐槽。她其实也无可责怪，如今国产现代剧缺乏出色的剧本，《承欢记》在某些方面来说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。无论是对杨紫还是何赛飞来说，未来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。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冷静，接受中肯的建议，不被毫无根据的负面评论影响，而是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彩的作品，回馈给大家。